要聊的是港股的金山软件。可以看到盘中是有几次机会它是触及到了黄金分割，那说明此处的支撑是有效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有几个问题假设，此次向上的反弹是否结束？如果没有结束，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有多大？如果想要参与后半程的这个机会，那么我们需要等待哪些位置？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个频道主要是通过波浪结构解盘，看形态入场提示机会的同时有些票我们也会提示风险，所以欢迎伙伴们在你喜欢的这些品种底下去关注、订阅、点赞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其实这支票之前在7月3号和6月13号我们分别说过。那么这一次是我们的一个会员约稿，想要再跟踪一下这支票整体的一个走势结构。那么我们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期的话题。那当然我们还是首先要从大的结构月线去梳理一下它之前的这一轮上涨的一个走势。之前的这一轮上涨走势整体来看，它就是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1、2、3、4、5最高是在79上方结束了这波的整体上涨形态。那接下来那么我们就要用黄金分割继续来测算一下从79上方展开的这一次的调整。可以看到盘中是有几次机会它是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764 这样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在 19.90 附近，那说明此处的支撑是有效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先要看一下前期第一波整体的上涨趋势它的一个用时。可以看到之前是用时是用了接近是148个月，也就是从这个08年的10月份一直涨到了21年的2月份，整体涨幅用时大概就是12年不到13年的时间。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一次从高位向下的调整，如果按照最低点来测算的话，它只用了20个月。那这一次的调整幅度上没有问题，就是时间跨度上稍显不足，所以导致的我个人认为从这个相对的低位开始 17.4 开始向上，它可能仅仅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 B 浪，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我可能会先以 B 浪来看待此次的一个反弹结构。这是一个 A， 向上是一个 B， 可能等这个 B 走完以后向下还有一个 C。这是目前对于这个结构我的一些看法，或者说主要的一种预期看法。 B C 通过这样大结构的划分，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知道了当前我们身处的位置，我们就是处于这个 B 浪的一个结构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剖析这个 B 浪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从周线图来看，起手它是运行了一个疑似引导楔形的5波推动形态。那这一轮走势它就是一个 BA 之后出现了一次向下的调整，幅度比较深，那么我们认定它是回撤，这是一波B 浪 B。 那当前其实我们就是处于这个 B 浪 C 当中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拉一下黄金分割，看一下此次向上反弹的存在哪些预期的压力目标，然后再用一下波浪尺来对比一下 B 浪 A 和 B 浪 C 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如果后期整体向上运行的话，那大致的区间目标或者压力目标能看到53到 55.70 这个区域，53到 55.70 这就是它的压力位置。结构上可能这个 B 浪 C 它就会跟着这个 B 浪 A 的结构是一样，它整体运行它会出现一个535的锯齿。小级别的结构这就是继续是一个出现的一个推动形态，1、2、3、4向上出现一个第5波走势。这是目前我们整体来看预期最大的一种走势。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调整的 B 浪 C 当中的子浪4的一个调整极限位置。那么我们依然是要通过黄金分割来看一下。其实从幅度上来说的话，此次向下的调整它是基本上是已经达成预期了因为已经回落到了黄金分割 50% 一线，所以说当前的支撑还是处于这个 50% 的附近。那下方这个低点就是之前的这次调整的低点
31.56，这就是一个关键的多空分水岭，或者称为多空节点。只要近期这个价格在这个 31.56 之上，那后期整体向上还是存在走出这一次整体大 B 浪向上反弹的这个结构的最后一波结构的最后一波，后期整体的空间幅度都会比较大。所以近期我们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说的话，还是重点关注 33.60 靠近这个位置附近的一个机会。如果能在34或者是 33.60 这个区域进场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防守的位置很小，就是 31.56 31.56，但是整体向上的空间比较大短线目标分别是比如这个位置 42.60 以及前高 47.50， 所以它的盈亏比是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合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图。日线图来看，目前整体是在相对的一个支撑低位它是形成了一个震荡区间形成了震荡区间。那这个震荡区间其实下方的支撑也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大致是重叠的，所以如果日线近期出现了底分型、十字星的话，我们是可以清仓的去参与一下，只要把防守放好就行。这是目前我们预期最大的一种走势。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二种走势，就是万一此次向下调整它是跌破了这个 31.56， 那就意味着从大结构上来说它发生了改变可能前期这一次的反弹只能看作是一个 W， 向下的回撤是一个 X， 那这个结束的三波形态它就是一个 Y， 然后再次向下调整，它会调的比较深，会跌的比较深会去到大致 25.20 附近，整体的结构就发生变化了。那这里的向下的调整就是新的一个第二轮的一个 X， 只有等这个 X 结束之后后期才会向上再次出现一个所谓的三波走势形态也就是 WXYXZ 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当前 31.56 这个位置多空节点是非常关键的它决定了后期向上反弹的结构的不同。第一种是锯齿形535，第二种结构就是直接演变成这个三重三浪 WXYXZ 的一个结构。那也就意味着后期只有等跌到 25.20 附近，我们再看能否出现这个周线级别的底分型，如果出现了，才有参与这个 Z 浪三波向上的一个整体走势的一个波段机会。所以为什么我说刚才中间在说 33.60 到34这个位置可以小仓位清仓去试一下因为后期只有等它整体涨起来，我们才能确定这个位置是一个有效的位置比如说后期突破了 42.70， 那整体的上行空间它就基本上是打开了。所以当前两种结构不同的形态带来了两种不同的预期走势。我们可以先按照第一种预期走势先清仓尝试如果第一种方式错了，那么我们只能等待第二种方式25.20 附近再看是否会完成这次向下调整的一个 X 浪如果完成了，后期才具备波段看涨的这个 Z 浪的参与机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港股金山软件的再次跟踪分析那么这里也还是按照之前的视频思路给出了两种不同的预期。接下来我们就等待市场的一个验证，看看最终它会选择哪一种的方式去运行。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